为什么有些人赚钱就是那么的轻松呢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他们是因为掌握了一些财富的规则，才能让他们比别人更快速的赚到钱，甚至所赚的钱是别人一辈子打工都没办法累积到的财富，你会相信吗？在这视频里，我会告诉你到底是怎样的财富规则，能够让这些富人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，让自己的钱一直越滚越多。普通人如果能掌握这些规则，我相信很快也能为自己带来人生第一笔财富。规则一：不要只专注于赚更多的钱，如何明智的省下更多的钱也非常重要。我们知道赚钱肯定是有运气成分在里面的，不管你是自己创业想要赚更多的钱，或是打工想要得到更高的薪水，也都需要等到对的时机、对的人，你才能有机会赚到更多的钱。等的时间可以是1年、2年，有些人甚至一辈子都等不到这么好的机遇。所以要想赚更多的钱，对于一般人来说，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或者说是一件很难预测的事。但是换个思维方式，逆向思考来看赚钱这件事，为什么我们不想办法让自己省下更多的钱？这样来说，反而相对会容易许多呢？赚钱靠的是运气，省钱的话，只要你有足够的毅力，还有自律，你就能让自己存下了一笔可观的存款了，不是吧？在日本，就有一位女孩把这样的省钱思维发挥到了极致。在她27岁的时候，靠着多年工作的积蓄以及省吃俭用，花费1000万日元买了一套公寓，每个月就可以收到8万元的房租。然而，这只是她传奇的开始。在她33岁的时候，先后再买下2套房，早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，还开设属于自己的猫咖啡馆。而要知道，她也只是一般的打工族而已。为什么能实现这样的人生大逆转呢？那是因为很多人只专注于赚钱，但是往往忘了省下更多钱，反而会更实际一些，这目标反而会更容易达成。规则2：被动收入是财富自由的关键。如果你的钱能为你赚来更多的钱，这是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呢？每天不需要工作，就能有源源不断的收入汇进你的银行户口，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这就是被动收入的魅力所在。你的生活不再只有打工上班才能赚取收入这么一种收入方式而已，你还可以通过投资房地产赚取租金、写本书、收取稿费，或成为 YouTuber 持续输出有价值的内容，赚取平台给予的广告分红等。这种收入能让你在有限的时间里，让你的钱或时间最大化发挥它的作用，为你带来更多的财富。这也是富人最爱用的手段之一。但是前提就是你要先有钱或是时间，比如说投资房地产，你必须要一笔资金才能购买属于你的房产，装修后才能出租给别人。假设你没钱，你就要利用自己的时间去创造价值，像是在 YouTube 平台上持续输出有价值的内容，吸引粉丝观看，这样日积月累等于一定的粉丝数和观看时长，你就能向平台申请开通获利。接下来就只是持续输出新内容，就能获得平台给予源源不断的广告收益。同步影片越多人观看，获得的收益也就越高。规则3：并非所有的债务都是不好的。很多人对于债务的第一印象就是债务越多，这个人财务状况就会越糟，所以对于债务是避而远之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债务在富人眼里是一个很好的赚钱杠杆，它能帮助富人撬动更大的财富。打个比方，一个本来只能办100万的投资项目，但是如果投资负债了，那么就可以去到1000万甚至1个亿的项目，这样自身的业务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越做越大。开头说到的富人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到第一笔财富，就是这样买的，手上瞬间就可以拥有1000万的现金，而普通人光靠他们自身所有的财务和能力，是很难去实现加杠杆那样使现有的财富在短时间内快速增长的效果。当然不可否认，要想银行借到这么多的钱，你在银行的信誉必须是非常好的，银行才会愿意借你钱。你负债越多，在银行的眼里，你的信誉就会越好，因为银行会认为你是一个拥有不俗的经济实力，才有办法贷到这么多的负债，而普通人本来就是抗拒负债的，那自然没办法利用负债这个杠杆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要重新理解负债这个概念，利用负债来为你赚取更大的财富，才是好的负债。有些人负债越多，但是自身的财富反而会越来越少，那就是一个不好的负债了。比如你借钱买车买房，这会增加你每月的开销，让你的净收入变少，这也能说是一种负债。但是和这里所谈到的负债就不是一回事了，因为没有帮助到我们创造更多的财富。规则4：对的社交圈子能帮助你更快达成财务目标。很多人会说成功是有捷径的，那这个捷径是什么呢？答案就是找对的人，对的圈子。如果你想成为富豪，也就找个富豪的另一半，你就可以瞬间踏入豪门了。可能听起来有点庸俗，但是这的的确确是现实的写照。豪门都要与豪门联姻，这样除了可以巩固自己的财富，也能让自己的家业越做越大。而有没有听说，现在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了，豪门都在结伴同行，我们普通人还会有多少的生存余地了呢？这也反映出了一个道理，这就是圈子的重要性。加入对的圈子，能让你快速成长，并且更快达到你的目标。不要相信什么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这种事，
事实是，只有在阳光的地方，你才能进行光合作用，才能越来越强大。你必须找到一个能让你发光的圈子，否则以你的能力自己摸索的话，你也只能是闭门造车，完全与社会脱节了，不会有任何成就的。那要怎样加入这样的优质圈子呢？我是觉得最快的方法就是付费上有关企业或创业培训的课程。一般这类课程是有分组互动，你可以在互动过程中与对方交换联络方式，之后与他们保持联系。另外，会参加这类课程的人，也全都是对创业赚钱感兴趣的人，这样你就能在很短的时间找到适合你的圈子了。大家都是对赚钱都感兴趣的伙伴，如果有好的项目，说不定之后与其一起发展呢。规则5：富人不会把钱存在银行。我们会经常看到一种现象，就是普通人喜欢到银行存钱，而富人喜欢到银行贷款，结果就是普通人越来越穷，富人越来越富。富人其实骨子里是不喜欢把钱存进自己的银行的。为什么呢？普遍富人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不喜欢自己拥有太多的储蓄，他们喜欢让自己的钱流动起来，让钱能为自己带来更多的钱。比如投资高端的理财产品，像是基金、信托、股票、债券、房地产等，这些产品都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收益比银行的定存还高。这里就知道富人为什么不喜欢把钱存进银行了。虽然银行风险低，但是富人宁愿在合理的风险范围内为自己做资金配置，尽可能投资高收益的产品，也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一个低收益的存款中。所以说，富人关注的是尽可能在短时间内最大化自己的收益。他们深知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是有限，要想在未来创造更多的财富，必须投资高收益的理财产品。他们不怕失败，因为他们有东山再起的资本。规则6：拥有更多奢侈品，不代表你就是真正的富人。成为富人是每一个人一生追求的理想。当你成为富人之后，你会很自觉的觉得，富人就应该要配有一辆豪车，一栋价值100万的别墅，身穿名牌，手上还有数不完的钱，因为你觉得这就是富人的象征。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其实是非常错误的。现实中，富人往往很多是非常节俭，生活是非常踏实，他们有些甚至还非常务实，因为富人清楚知道自己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他们都是花了很多的时间，付出了很多的心血，甚至牺牲了很多，才换来现在的成功。所以对于钱，就像是马与所说的，他们根本都不感兴趣，也觉得生活越平淡越真实就好。那一般人为什么那么急于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呢？很多人可能觉得穷怕了，所以一有钱就想要买好的来犒赏自己，这其实是可以的。但是过度的花费，买过度没必要的奢侈品，就是一种没有价值的行为，只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已。但是慢慢的，我们会容易养成胡乱消费的习惯，导致我们的财富会容易被自己挥霍掉。当你努力赚钱的目标是为了购买更多奢侈品的时候，你就等于掉入了消费陷阱。规则7：不要停止投资你自己。为什么不断学习那么重要？你现在的成功不代表以后努力成功，富人深知这一点。因为现在时代变化太快，你不努力学习，不更新自己的认知观念，你很容易就会被别人淘汰。没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能在学习的情况下一直持续变富的。世界首富 Elon Musk 每年都会读至少700本书，也就是说平均一天会读2本书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阅读量。大家可以试想想，为什么一个连睡觉都没时间的人，还会每天花1到3个小时的时间阅读提升自己呢？如果大家心里会有这样的疑问，不妨先问问 Elon Musk 如何走在行业的前端，创造 SpaceX 公司，制造出火箭的。答案很显而易见，那就是要评论大量阅读习惯，才能造就他拥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思维。其中第一性原理，我想大家每个人都知道，在很短的时间里获得别人一生总结出来的智慧，肯定是最聪明也是最成功的投资了。富人都深知这个道理。商场如战场，你知道的越多，你的成功几率就越更高。这是商场生存的唯一法则。学习不是一时的，而是终身的。持续学习才能确保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规则8：时间的价值。假设你一天工作8小时，1小时能赚到的钱是8块，一天下来你就会有64块入袋。扣除每个礼拜会休息1天，你一个月辛苦不做下来，就大概会有1664。持续1年的话，就能累积到19968。以60岁为退休年龄，平均每个人工作的时间为40年来计算。那我们不吃不喝不花费的话，工作能累积出来的财富会有798720，而富人这里钱可能1年甚至1个月就可以赚到了，而且还是在维持自己的生活品质情况下，毫不费力的去赚到这笔钱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？问题就出在时薪上。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1秒钟就能赚$250，也就是说他1个小时是15000。上述的目标，他只需要花不到3天的时间，他的财富就能超过798720这个数字了。这根本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差别。我们每个人一天只有20小时，富人也是，基本没什么差别。为什么同样40年过后，
富人和普通人的财富可以相差那么大呢？富人知道怎么利用别人的时间来帮自己赚钱，而且在有限的这40年里，他会再用别人帮他赚到的钱来投资股票等等的。这样一来，他的财富会是以倍增的速度在增长。富人和普通人开始的起点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以打工领不定薪水为主。但是富人不会满足于此，会利用各种赚钱的操作，比如投资、创业、贷款的，让自己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自己的财富最大化。而普通人只是靠自己的体力和时间来赚取有限的收入，这样是永远没办法变成富人的。好了，这就是8个富人不想让你知道的赚钱真相。希望今天的影片对大家有帮助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为我按个赞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周都会准时更新最新影片的内容哦。